4月28号，一段视频在社交媒体上流传，拍摄地点呢是位于阿夫迪夫卡西北部的别尔迪奇。由于视频内容过于敏感，大兵这里就不放原片了。拍摄视频者声称，这是乌克兰第47旅在撤离的路上遭遇了俄罗斯温压弹的攻击，仅是一次攻击就造成了超过22人阵亡。今天大兵就和各位一起聊聊乌克兰第47旅的一切。相信一直关注着俄乌战争的各位对乌克兰第47旅并不陌生。早在去年6月开展的阿夫迪夫卡战役中，该旅就被调往该市北部支援。虽然没有改变战役的结果，但延缓了俄军的进攻节奏。在从阿夫迪夫卡撤退后呢，第47旅撤退到了阿夫迪夫卡以西，并一直坚持到了4月底。此时呢，他们已经连续作战了1年。虽然北约的布拉德利和艾布拉姆斯都被分发给了该旅，但长期的作战依旧让该旅士兵疲惫不堪。在4月21号左右，第47旅终于有机会撤回后方休息，由乌克兰第115旅接替阵地，继续抵抗俄军的进攻。但就在这一过程中呢，115旅显然是没有做好准备的，他们没有立刻占领战壕，而俄罗斯无人机在例行观察情况时发现了这一点，他们抓住了这个时机，对尚未进入阵地的115旅展开猛攻。115旅被打得措手不及，由于战壕被俄军占领，他们不得不向后撤退。然而他们撤退错了方向，如果他们沿着铁路向西撤退，那么俄军无非是多推进了几百米。但115旅在慌乱之中呢，选择了向北撤退，把铁路让了出来，这使得俄罗斯的装甲部队能够沿铁路快速突进。由于缺乏兵力，乌军的大部分部队都集中在前沿阵地，这就导致俄军在突破乌军防御后长驱直入，在没有受到任何阻拦情况下，占领了5公里外的奥切雷坦，宛如一把尖刀插进了乌军的心脏。这导致了刚刚离开阵地的47旅在尚未完成补给的情况下，又返回了阵地，尝试稳固战线。然而阿夫迪夫卡方向的乌军和俄军相比呢，无论是人数和火力本就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乌军只能依靠坚固的防御工事抵抗俄军的攻击。现在俄军从2路包抄，乌军已经是无险可守了。于是在2月26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谢尔斯基下令乌军从阿夫迪夫卡以西全线撤退。而在这一过程中呢，第47旅的据点被俄罗斯无人机发现，于是一枚温压弹来袭，造成了这场人间炼狱。至于无人机是如何发现47旅驻地的，目前还没有公开，但大兵认为47旅选择的据点是十分考究的，是在一片密林之中，而且挖了大量的地穴。平常呢，他们都生活在地洞之中，无论是卫星还是侦察无人机都很难直接发现，而俄罗斯仿佛知道了这一点，所以故意使用了温压弹。所以可以推测，俄军发现47旅无非是通过2种方式。第一种是用无人机跟随撤退的零散乌军士兵找到其部队驻地，而另一种方式呢，可能是俄军通过审讯俘虏得知了这处驻地。在乌军26号的撤退之后呢，俄军至少在短时间内俘获了来自3个不同乌克兰旅的投降部队。这些投降部队呢，可能为俄罗斯提供了大量机密信息，包括部队驻地。毫无疑问的是，无论是哪种情况，这次攻击只是一个缩影，包括乌克兰的王牌旅第47旅以及其他的几支乌克兰部队在阿夫迪夫卡以西的战斗中均受了重创。那么问题来了，这到底是谁的责任呢？毫无疑问，这次要背负首要责任的是乌克兰第115旅。该旅成立于2022年3月1号，指挥官是奥列克谢·科诺娃上校。正是由于该旅没有及时进入阵地，才被俄军抓住机会，之后呢又违抗命令提前撤退，让出了铁路通道，导致俄军长驱直入，轻而易举地瓦解了乌军经营了近1年的阿夫迪夫卡西防线。然而115旅固然存在指挥失误，但同时呢115旅的兵员素质也十分堪忧。根据该部队的官网显示，直到4月14号，该部队的士兵呢仍在进行基础的射击训练。这很明显这是一个新兵旅，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做战争，所以在面对俄军的巡航炸弹以及武装部队的冲锋时，其部队士气迅速溃散，连24小时都没有撑到，就被迫撤出了阵地。
事实上，这种情况非常常见，因为现在的乌克兰部队兵力十分吃紧，就算是47旅，当年编制呢也被打空了一半，这是后来又补上了。而像115旅这样的非主力旅，就算培养出了一批新兵，也要被调往47旅这样的主力旅填补兵力损失。没有大量老兵的指挥，新兵呢很容易在面对特殊情况时产生成规模的溃散。所以说这次溃败呢，除了115旅本身的原因之外，乌克兰的高级指挥系统也要背负一定的责任。他们没有考虑到115旅和47旅之间的巨大实力差距，或者说他们大意了，没有料到俄军会展开进攻。同时，在115旅溃败后，乌军呢立刻将第100旅调往该地，但为时已晚。俄军已经进入到奥切雷坦，这说明乌军在此处呢是有余力的。如果乌军指挥部让100旅和115旅同时驻守该地，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然而这些问题呢，最多只能算是战术上的失误。而乌军的这次败退，甚至之前丢掉阿夫迪夫卡，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北约给乌克兰开了太多的空头支票了。包括但不限于承诺的100万发炮弹、迟迟未到的 F-16， 自从去年就再也没有给过的主战坦克，以及泽连斯基一直在要求的爱国者。乌克兰本就缺少兵力，如今重火力的匮乏，直接导致乌军在面对俄军进攻时无法对其造成有效的损失。面对这种情况，乌军只能一步步撤退，以空间换取时间，等待北约的军援，从而造成了今天的局面。而俄军也是看准了乌克兰如今的状态，悍然在全线发起进攻，进一步增大了乌克兰的压力。这样一来呢，就算乌克兰不换上115旅，47旅迟早也会因为长期作战而过于疲劳。阿夫迪夫卡西线的撤退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综合来看呢，杀死47旅的不是俄罗斯的航空炸弹，而是3把乌克兰自己的尖刀。第一把刀名为兵源匮乏，第二把刀名为指挥错误，第3把刀名为军援拖延。说了这么多啊，有的观众可能会好奇，乌克兰部队那么多，为什么47旅如此引人注意？所以接下来呢，大兵就带各位回顾一下这支乌克兰王牌旅的成长经历。2022年4月26号，乌克兰第47突击营成立，隶属于第30独立机械化旅。他们最初呢，一半是军人，另一半呢则是志愿者。在成立后，他们立刻加入了在顿涅斯克地区斯维特洛达尔斯克突出部的战斗。最初的指挥官呢是伊万·沙马拉加上尉。在这场战斗中呢，47营负责夺回阵地，在48小时之内，47旅的战士悍不畏死地对俄军阵地发起冲锋，在2天之内夺回了4公里的土地。对于这样的战斗的出色表现，该旅被时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扎卢日内所注意到。当时的扎卢日内缺乏可握之兵，于是在突出部战役后呢，将47旅扩大为一个团，又在3个月之后将其扩编成旅，满配3000余人。在这段时间内呢，该部队经历了来自北约教官的训练，开始使用北约装备豹 2A6， 比如 M2A2、布拉德利等明星武器，北约旅的称号由此得来。在23年的乌军夏季大反攻中，47旅负责夺回罗伯季涅，该村呢是扎波罗热州的重要战略地点，俄军在这里驻扎了重兵，是一块相当难啃的骨头。然而47旅发挥了一贯的战斗作风，连续在当地呢和俄军血战3个月，死伤比例接近 50%， 终于击退了俄军，并在23年8月23号在当地的一座学校的废墟上竖起了乌克兰国旗，标志着这次战斗的胜利。这场战斗呢，也让47旅一战成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亲自前往前线慰问作战官兵，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也前往前线采访。他们看到第47旅使用布拉德利装甲车，一边和俄罗斯交战，一边运送老人和孩子离开交战区。在此战之后呢，经过2个月短暂的休整，该旅就被派往了阿夫迪夫卡。很明显，仅仅2个月还不足以为新兵提供足够的训练，但乌克兰呢已经没有办法了，他们必须避免阿城被俄军吃掉的结局。23年10月中旬左右，该旅从南部前线撤出，并转移到了阿夫迪夫卡战役中，加强对俄罗斯军队的防御。次月，西班牙报纸《国家报》采访了部队，当时呢，他正在保卫阿夫迪夫卡以北的铁路线，以避免被包围。
此时俄军的兵力和乌军的兵力高达5:1，火炮更是高达10:1，甚至15:1。第47旅在这段时间内伤亡巨大，短短1个星期内，一个排就有17人在行动中丧生或者失踪。但即便是这样，一名47旅士兵依旧以一己之力消灭了3名俄军。然而随着战争的进行呢，除了缺乏炮弹，武器的磨损问题也开始凸显。一个炮兵指挥官直言，由于炮管磨损，他的榴弹炮误差幅度从7米增加到了70米。随着战争的进行，情况越来越艰难，第47旅开始出现成编制被消灭的情况。一个16人的班在俄军一次冲锋之后直接全军覆没了，一个80人的连队只剩下15人能活着回来。即便是这样，47旅也没有后退一步，对俄军造成了巨大的伤亡。12月28号，47旅在斯捷波夫附近击退了俄军武装部队的进攻，仅在一战之内呢，就摧毁了21辆俄军坦克和14架无人机。这时候47旅的作战能力有多强，有的观众可能还有印象。在1月13号，2辆布拉德利步战车正面遭遇了一辆俄军 T90M 主战坦克。本来这就是一个必死之举，因为从纸面数据上来说呢，T90M 只需要1炮就能彻底摧毁布拉德利，但布拉德利面对 T90M 却没有有效的攻击手段。然而布拉德利驾驶员根据自己玩游戏的经验以及指挥无人机，率先使用机炮摧毁了 T90 的观瞄系统，让坦克变成了瞎子。随后呢，是一顿机炮洗地，虽然没有摧毁它，却让这辆坦克的炮塔座和动力系统失灵了，撞在了墙上，最后被乌克兰无人机摧毁。而到了24年2月23号，第47旅终于获得了补充。美国在去年援助的31辆艾布拉姆斯被部署在了该旅，导致该旅的作战能力大幅度提升。即便是这样，没有重型火炮，防御战依旧十分难打，最终乌军不得不撤出阿夫迪夫卡。而47旅的伤亡呢也相当之大，至今没有获得补充。就这样，一支乌克兰的王牌部队落到了如今的田地，让我们也不得不为其唏嘘。但大兵相信47旅的精神仍在，只要北约给足援助，他随时是可以恢复战斗力，重现当年荣光的。对此你们有什么看法？欢迎发表在评论区。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